大家，前2天我又什么都没录，主要是因为我又感冒了，所以我这声音就非常的有磁性。哇，怎么有一种那个电影的感觉了？要准备大战了吧？他跟红发。こう伝えろ。本当に今から俺と戦うか。ロード・ポーネグリフを置いてき。他还给自己谋出路。フロンティアドームは閉じたから、アタイとステラ、そして地下の人質を残して全員殺しちゃって。で、あなたたちが暴れると、それを命じた者は誰かって犯人探しが始まる。もしバレたら、あたい強さじゃあのメンバーにはかなわないから。试图动脑，但不多。スネーク。はい。彼らの目の前で、あたい。太可爱了。哇！準備はいいか。お前ら。相手は鏡へ。4校の次がまた4校とはな。武者震いが止まらねえぜ。いい調子じゃねえか。野郎でも動き出した時代は止まらねえ。俺たちきっと海賊団のようにな。誰一人如果他不打，其实就不像基德了。死ぬ気でついてこい。言いたいことはわかるが、有名な顔も混ざってる。油断はするな。どんな雑魚だろうと手は抜かねえが。そっちじゃねえ、こっちだ。いや、こっちだ。そろそろ出港だ。おかしら、あいつは止めに出ちまった。すぐ引かせろ。被害が出てからじゃ遅い。おいおいおい、待て待て待て。何言ってんだ大頭。いや、何やってんだお前ら。あんたには指一本触れさせねえよ。首先还得先碰到。気持ちだけは嬉しいよ。だが海には出るなよ。怎么像巨人啊？这个，我服了。どうやったってのによ。悪いな。ここには少し立ち寄っただけだ。ほら、お前ら離れろ。長いしたせいで大物に出くわしちまった。さあ、道を開けてくれ。いつでも呼んでくれ。ああ、してるぜ。何度も言うが、船も引けよ。うちの傘下は弱いで有名なんだからよ。前桑克斯简直太帅了，就是那种魅力。敵より寿命に気ぃつけな、オリバー。やかましいよ。お
人気だな、大頭。やれやれだ。おかしないよ、俺たちにやっとけって。おいおい、30億の首だぞ。若者の成長速度を見くびるな。但是现在后浪可能还是没法打败他。元気そうだぜ。戦う気満々だ。ならいいが、黒ひげの情報は入ったか？いや、海賊島は確実に出てるが。他跟罗都还不知道啥情况呢。哦，剥削经费给基德了。哦。哦，哇，眼睛看到的，这也是见闻色吗？哦，哇，直接这么扫，哇！香克斯不想让有人伤亡的。天哪！まずい。船団を左右へ。どうしたお頭？ドリー、フロギ、構えろ。よっしゃー。取り返せ。恐怕本来不想打了。被害がでかすぎる。哦。やべえ未来が見えたようだ。哦，他看到的。哦，所以还没打呢。哇，他这个能看到这么远的未来。啊！这就是他的能力吗？这基德招都还没放出来呢，就哦。啊，只需要一击。啊！别走马灯了。哦，别走马灯吧。海賊王まであと一つ。
イド、ビッグマム、赤髪。はあ、旧時代の雑魚どもめ。俺たちが最強。俺たちについてこれる奴はいねえ。海賊王になるのは俺だ。キラーてめえ、何笑って。啊！别，不可能吧？降参だ、赤髪。助けてくれ。お頭を殺さないでくれ。おいエヴァ、あれ持ってこい。哦，历史正文吗？これがロードポーネグリフ。全部だ。命だけは勘弁してくれ。能力还没有消失。哇！穿过所有的海啊！别呀！哦。哦。新世界。啊！懸賞金30億の海賊、ユースタス・キャプテン・キッド率いるキッド海賊団壊滅。但应该没有死吧？只不过可能就是没法再可以争夺海贼王了。这样，天哪！跟红发这个压迫感真的绝了哦！基德确实还挺惨的吧？主要是因为基德他就是对于那些弱小的这些海贼团，也就是准备要开这个大招，结果红发直接就是在基德发招之前一招就把他给灭了。基德真的是就很有那种新时代的冲劲儿和狂气，大招确实也是挺厉害的吧。对他自己感觉都已经完全懵了，就没想到就是红发直接就是这样冲过来了。其实本来可能红发都没打算继续打他，但是呢，他要是对他的这些船员们下手的话，下死手的话，那他肯定不能不管了。真的，你也是第一次见到红发开这么大的大招吧？而且是一上来就开，他的这个见闻色已经完全是可以看到很长一段未来了。他挥剑时候出现那个 Griffin 也真的好帅啊！基德也真的是完全是正脸接住了这个招，就是也让我突然想到，就是他跟罗跟路飞的时候，不是也在争，如果谁不接下这招，谁就是低级海贼。结果他真的就是正面接，
本身呢也不太能看到就是红发出招，所以说不定这个攻击也算不上就是最厉害的攻击呢。真的感觉红发的实力还是挺未知的。这样看的话，就是四皇之间的差距也是蛮大的。毕竟的话，基德罗跟那个大妈打的还有来有回的，路飞跟凯多也一样。这样看的话，红发是远在大妈和凯多之上的。这集的动画做的也是非常的棒，我也很喜欢，就是它有一些电影感的处理吧，就不管是电影的那种画幅啊，包括最后出现的，应该也不算走马灯吧，但是就是类似于基德他可能的另一个未来，就比如说他打败了红发，但事实呢却是基拉这样倒在了他的身旁。我还是很喜欢他和基拉的。基拉就看着比基德要稳重很多吧，但是他就一直陪伴在基德身边。他俩之前在和之国的那一段也特感人吧，我还是挺不忍心看到他就这样下场的。我也看到他的那个磁力可能还是没有消失，他的果实能力没有解除的话，那应该人还没死，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掉到海里去了。基德那些船员也是马上就是让红发放过他们一马，就基德也收获了一群很棒的伙伴们，就挺让人唏嘘的吧。最后也是直接接了一招霸国，船完全都这样一分为二了，没了船的这个海贼团基本真的就是算灭了。基德真的是硬生生吃了2个大招，但是这很搞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根本还没下手。最后也真的是重新见识到了就是属于旧时代四皇的这个压迫感嘛。红发真的这集真的帅出一个新的高度，就算如果是路飞，应该他们可能也接不上这2招吧，只能说可以躲，但是我感觉打不赢。海贼的世界它不可能是没有这些残酷的事情，既然你要害我的人，那你就要就是承担这其中的后果，在你决定出手的那一瞬间，你就应该想好你可能受到什么样的报复。红发当然也不只是有他的温柔了，就是他该出手时也真的是出手，也是不可能只有新时代在成长吧，就是虽然他们叫旧时代，但是他们也还在蹭蹭的成长。红发肯定也是比以前强了不止一点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就是对于基德的这个下场还是挺心酸的，毕竟他也是就是靠自己这么一传人，他并没有任何的什么背景啊关系嘛，他也是胜在了狂气上，输也在了他的狂气上吧。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他的戏份了，但应该就算有，他应该也没法再去争夺就是海贼王了。这视频到这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